女儿周岁燕笑看公婆给她喂酒喝。我难产大出血才生下的女儿，查出来急性肝衰竭，命不久矣。万幸是遇到了合适的肝源，手术也很成功。经此一事，我对女儿更加关注，把她看得比我的命还重，几乎是片刻不离。可是，在女儿周岁宴上，我只是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时却看见公婆正拿着筷子蘸酒喂给女儿喝。公婆见我脸色不好，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是给孩子开酒荤，以后千杯不醉是好事。你甩脸子给谁看呢？”看着女儿巴掌大被辣的小脸通红，表情十分狰狞，我却没有抓狂，而是笑了笑：“爸妈，你们说的对，我给你们换个高度数的酒，效果更好呢。”公婆骑虎难下，给女儿喝了整整一杯白酒，很快女儿就停止了呼吸。见到这个情况，我笑得更厉害了。我只是去了一趟厕所，不过10几分钟的时间，刚刚还一片和谐的周岁宴就已经变得乌烟瘴气。男男女女们坐在别墅的大厅内，肆无忌惮地抽烟喝酒，而我的宝贝女儿也不知道被谁从卧室抱了出来，此刻正被一屋子的二手烟呛得连连咳嗽。明明是一件让人十分心疼的事情，可是众人却仿佛看见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一样，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。公公李家伟一边笑着，一边将筷子放进自己的嘴巴里面吸了一口，然后蘸了蘸自己在喝的酒，送进了女儿的嘴巴里。小囡啊，开酒荤，你爸就是小时候没来这一遭，所以酒量差的不行，爷爷可得让你酒量好点。女儿才刚满周岁，猛地吸了那么多二手烟，还吃了一口酒，一张洁白的小脸瞬间就皱了起来，不多会，直接红了。月嫂站在一旁阻拦：“爷爷奶奶，囡囡才满周岁，还做了换肝手术，怎么能喝酒呢？你快把孩子还给我吧！”婆婆林月秀却一个白眼飞了过来，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一个仆人还敢在我们面前叽歪，你多说一句，我立刻让我儿子把你开除，你信不信？我冷漠地看着林月秀，还真敢说，月嫂拿的是我的工资，怎么就轮得上他的儿子来开除了？还记得让月嫂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自己却连自己和自己儿子赘婿的身份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月嫂知道自己多说无益，直接转身离开，看样子是想来找我。抬起头的瞬间，她见到了我，仿佛见到了救星，大声地喊道：“太太，你终于来了！”这句话出来，刚刚还热闹非凡的大厅瞬间就安静下来了。我躲不下去了，只好阴沉着脸走下了楼。一众亲戚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还七嘴八舌地开口说：“哎呦呦，这儿媳妇真是不得了啊，还敢给公婆脸色看呢，就是有钱就是了不起哦。”我说：“李哥李嫂，你们不是说儿媳妇乖得很吗？该不会都说吹牛吧？”哈哈哈哈！说不定裴林这孩子在家都说跪着的呢，豪门赘婿难当啊！也不怪大家这样，我的老公李裴林是赘婿，但是林月秀和李家伟却总是喜欢在外面吹牛，用我的钱在外面装逼，自然会引得亲戚朋友们不乐意了。现在有机会能嘲笑两人，大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。听着这些话，李月秀一脸尴尬，她最受了别人说自己的儿子是豪门赘婿，于是猛地站起身，双手叉腰看着我：“这是给孩子开酒荤，以后千杯不醉是好事。杨玉清，你甩脸子给谁看呢？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家裴林心地善良，就你这种不尊敬长辈的女人，他早就把你打得半死了。”李家维也皱了皱眉：“就是你这个没爹妈的人，就是什么都不懂。我们这都是为了孩子好。
我家好好的种子遇上了你这个烂土地，生个女儿不说，还是个有病的女儿。现在还好换了好杆子，我只能早点给她开酒荤，这样孩子以后大了喝酒不伤肝。我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。爸妈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呢，你们怎么就先发上火了？你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妈，又是我的长辈，自然比我这个小辈懂得多。我怎么敢乱说呢？这话说出来，叽叽喳喳的大厅又一次安静了下来，连李家伟和林月秀也说不出话来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其实也不怪大家会这么震惊，毕竟谁都知道我是个超级护犊子的妈妈。我孕反了整个孕期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只能靠着挂营养液才勉强坚持到生产。医生说我的情况更适合剖腹产，可是李家伟和林月秀寻死觅活的说顺产的孩子聪明，而我的好老公李培林也畏畏缩缩地说什么：“老婆，你顺顺看吧，医生就是这样，喜欢大惊小怪的。顺产的孩子抵抗力好，为了孩子，你努力一把吧。而且女人都是这么来的。”我信了，连止痛针都没打，疼了20多个小时，可是怎么也生不出来。最后医生说孩子有窒息的危险，再不剖就来不及了。李培林才签字让我做剖腹产。我几乎死了一次才生下了女儿，好在看着女儿冰雪伶俐的样子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可是没想到，女儿才1周就检查出来急性肝衰竭，命不久矣。我恨不得替女儿去死，好在老天有眼，李培林竟然找到跟女儿合适的肝源，手术也很成功。所以我对女儿特别宝贝，几乎是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。月嫂忍不住说：“我见过这么多当妈妈的，你真的说最心疼孩子的。平常别说给女儿吸2手烟喝酒了，就算是喝口水，我都得给她喝最好的纯净水，甚至还特意把自己种了多年的花铲了，只为了亲自给女儿种良心菜。”林月秀准备了一肚子的话，看见我的笑脸，愣是没说出来，支支吾吾半天才开口：“你难道不生气吗？”我表现得比林月秀更疑惑。生气？为什么要生气？林月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求助地看了一眼李家伟。李家伟皱了皱眉，装模作样的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暂时的稳住我们？其实内心是想等着想要给裴林告状呢，还说不生气，不生气你为什么刚刚给我们甩脸色？刚刚脸拉那么长，都要掉地上了，难道不是生气还能是开心？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是不上真的觉得自己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，就想要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？林月秀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赶紧开口：“如果你刚刚不是因为我们给囡囡喝酒生气，那就是你瞧不起我们了，瞧不起我们这农村人，故意给我们脸色看，对不对？”不等我开口解释，林月秀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农村人怎么了？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生活，根本不丢人。你瞧不起农村人，还不是嫁给了我家裴林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现在也是个农村人，这种情况我没少遇到。眼看林月秀又要开始寻死觅活了，我赶紧笑了笑，大声说：“爸妈，你们至少给我一个开口的机会吧，就算要判死刑，也还有个上诉的机会呢。”2人这才收了神通。林月秀停止干嚎，站起身看着我说：“呀，我看你能怎么说？”我笑得更真诚了，别说是生气了，甚至连一点不开心都看不出来。我只是看你们喝的白酒度数不够高，既然开酒荤，我觉得还是度数高一点会更好一些。林月秀半张着嘴：“啥？你说啥？你说啥？要我们给囡囡喂度数更高的酒？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”
5，我没有回答林月秀，而是对着不远处的保姆笑着说：“周姨，你帮我去酒窖，把那瓶度数高点的伏特加拿出来。”保姆欲言又止，但是还是去给我拿来了。月嫂见我不像是开玩笑，死死地拉着我的手：“太太，开酒荤根本是不可去的。囡囡才1周岁，根本不能代谢酒精，而且囡囡换肝手术才半年多，更不能喝酒啊！这不是原装的肝更不行啊！医生之前不是交代过吗？说囡囡以后长大了也不适合喝酒。”我不耐烦地把月嫂推开：“好了，你别在这里煽风点火、挑拨离间了。爸妈难道还能害了囡囡吗？”我把伏特加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李家伟：“爸，您看这个酒怎么样？度数是96度，你们刚刚给囡囡喝的才54度，根本不够啊！”李家伟看着酒愣了一下：“96度，家里酒精也才78度啊！”林月秀也尴尬地说：“这能喝吗？”我一脸疑惑：“爸妈，不是你们说开酒荤吗？怎么我拿了酒你们又说不行呢？该不会刚刚是骗我的吧？如果你们是骗我的，那我只能把裴林叫下来问问了。”李家伟和林月秀骑虎难下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李家伟咬咬牙说：“对，就得用这个度数高的酒。快把囡囡抱过来，我给她继续喝点。”林月秀听着也没有反驳，把一脸通红的囡囡抱了过来。两人似乎是想测试看看我是不是装的，也不拿筷子来蘸酒了，而是直接拿着小杯子直接给囡囡喝了下去。囡囡刚刚喝了点酒，此刻估计正口干舌燥辣的难受，一张嘴喝下去了一大口。他的脸没多会就红得发紫，月嫂急得直跺脚。可是我只是笑眯眯地看着，别说阻拦了，甚至还想上手帮忙呢。6，囡囡喝下酒之后，甚至都没来得及张嘴哭2声，直接2眼一闭地睡了过去。不过任谁都看得出，这不上真的睡着了，而是晕了过去，估计是酒精中毒了。李家伟和林月秀对视一眼，脸色十分的难看，最后盯着我，似乎在等着我开口说送医院。我却只是看了一眼囡囡，然后对着月嫂说：“呀，囡囡的酒品还挺好呢，喝了就睡觉，也不哭不闹，真是乖呀。”月嫂几乎都要哭出来了，我却没给她说话的机会。既然囡囡睡着了，那你就把囡囡放回卧室，让她好好休息下吧。毕竟也不好一口气喝成个酒神。爸妈，你们说呢？李家伟和林月秀自然不敢多嘴，只是连连点头。有了这场闹剧，亲戚们也不像刚刚那么活泼了，一个个都沉默了。我赶紧招呼大家吃着喝着。说话间，李培林从2楼走了下来，见现场竟然这么和谐，他由衷地夸了夸我：“老婆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，我还怕你会看不起大家呢。”我摇摇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是你的老婆，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，我当然会尊敬他们、爱他们、听他们的了。”李培林干巴巴地笑了2声：“那是当然了。对了，囡囡呢？抱出来大家看看呢，别天天把囡囡藏起来，大家看一眼又不会看坏了。你对囡囡的关注度太高了。”李家伟和林月秀的脸瞬间就黑了。囡囡她7，我赶紧开口：“囡囡睡着了，等会再抱出来吧。”说话间，我给囡囡新请来的营养师黄婉静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她看着满屋子的2手烟，没忍住皱了皱眉：“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这满屋子的烟味，你还要把囡囡抱出来？”李培林这才发现屋内乌烟瘴气的。黄婉静眉头皱得更厉害：“怎么还抽烟了呀？囡囡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们还抽烟，万一囡囡吸了2手烟怎么办？”黄婉静一边将窗户全部打开，一边忍不住说：“先生，你还是去看看囡囡吧，
看看卧室里面有没有烟味。不等李培林开口，林月秀恼了：“你当自己是谁呢？还使唤起我儿子了？你就是个做饭的厨子，你再多嘴，我就让我儿子把你开除了。”李家伟也跟着点了点头：“就是有点烟味，咋了？哪个孩子不是这么长大的？现在的孩子越来越矫情，懂不懂这个病那个病，就是你们惯出来的。”黄婉静脾气大，差点被气哭了。李培林不敢骂自己的爸妈，只好看着我，示意让我说句公道话。我接收到了李培林的信号，赶紧开口：“婉静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囡囡好，但是爸妈说的对，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，现在吸二手烟，喝烈酒，以后长大了就不用担心领导抽烟，也不用担心酒量不好了。我觉得爸妈说的很对呢。”李培林倒吸一口凉气：“杨玉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平常没刷牙，你都不许我靠近囡囡，说把口气熏到了，怎么能够说出要吸二手烟、喝烈酒的话？”爸，我摇了摇头：“没有啊，老公，我好好的呢，怎么会疯掉呢？我之前是对囡囡关注太过了，刚刚爸妈给我上了一课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我这么小心翼翼，反而会让囡囡不好。而且爸妈比我年长，肯定比我懂得多，所以爸妈说给囡囡开酒荤，我不仅不觉得有问题，我还觉得非常有道理呢。别的不说，你看爸妈把你能养这么好，足够说明爸妈会养孩子，所以我决定以后养孩子全听爸妈的。”我滔滔不绝地说着。李培林却听明白了，他踉跄两步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爸妈给囡囡喝酒了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对呀，囡囡的酒品可好了，喝了就睡。不过你放心，也没喝多呢，就是一杯伏特加而已。”李培林几乎要被气疯了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疯了一样的想要冲进卧室看看囡囡，我却把他拉住：“老公，你别闹了。囡囡睡觉呢，你等下到囡囡了。”李培林想进我，却死活不让。不过黄婉静可忍不住，因为她照顾囡囡这半年，可谓是尽心尽力，不比我多少，所以她见我和李培林僵持着，于是埋头直接冲进去了卧室。李培林朝着屋内大喊：“囡囡怎么样了？”黄婉静没有回答，而是发出一声惨叫：“啊，囡囡！囡囡，你不要吓我呀！你怎么了？”话音落地，黄婉静把囡囡抱了出来，一脸惨白，满脸泪水地朝着李培林说：“囡囡，囡囡没有呼吸了！”李培林尖叫着要叫救护车，黄婉静把囡囡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开始了急救，看上去像模像样的。我之前之所以高薪聘请黄婉静，不仅是因为她有各种营养师证，更主要是因为黄婉静是学临床医学的。囡囡身体不好，我担心万一有个意外，也有个医生能帮着开始抢救。不过这次的意外有点太大了，躺在桌子上的囡囡脸已经呈现了土色，胸口也没了任何的起伏，不用看都知道死的不能再死了。黄婉静抢救了一会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不用了，来不及了，囡囡已经走了有一会了，她浑身的酒气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她口鼻处全是呕吐物，就算没有被伏特加毒死，也会被呕吐物憋死。李培林的手机拿不住了，直接掉在了地方。他扑倒囡囡的身边，大声痛哭：“我的囡囡，我的囡囡啊！”李培林哭了一会，朝着李家伟和林月秀大声地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有病？这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就是我的命根子啊！你们怎么能给她喝伏特加？96度的伏特加我都不能喝，你怎么能给囡囡喝？你们是猪脑子吗？”李家伟和林月秀也是一脸惨白，他们支支吾吾的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话，看上去也是被吓得不轻。看见囡囡死了，我却丝毫不生气，
更不难过，仿佛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没有心的陌生人。但是听到李培林骂他爸妈，我却啧了一声：“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妈呢？爸妈都是为了囡囡好啊！谁知道囡囡酒量这么差。”林月秀听着这句话，立刻就哭了。对呀，我和你爸怎么可能知道会这样？那谁家的孩子小时候没有被家长用筷子蘸酒？你的酒量不好，所以我们很后悔小时候没给你喝酒。好不容易有了囡囡，我当然不能让她步你的后尘啊。李家伟也是唉声叹气的，我这也是想着囡囡换了个好肝，肯定会酒量很好，所以才说着给囡囡开酒荤。谁能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就是，我点了点头。老公，你快给爸妈道歉呐！怎么能有了孩子忘了爸妈呢？你这么做跟白眼狼有啥分别？李培林被气得说不出话，李家伟却莫名其妙的怒了。我儿子说什么是我儿子的事情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凭什么骂我儿子？说到底是你没用，你要是生个儿子，怎么可能这么点酒就害死了他？我差点没笑出声。李家伟和林月秀就是这样的人，结婚前看上去忠厚老实、淳朴善良，可是结婚后就瞬间变了个脸。不管我和李培林说什么，他们总能找到我的错处来骂我。有时候是说我对李培林不够三从四德，大多数时候是说我不像个女人之类的。我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明白，这两人是个无法被讨好的人。不过此刻我没有争辩，而是乖巧地闭上了嘴巴。但是我不说话，不代表李培林能够接受孩子死去的噩耗。他也不像之前一样帮着李家伟和林月秀来指责我，而是崩溃地大喊：“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！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们！你们是杀人凶手！我恨你们一辈子！你们所有人都是杀人凶手！”11眼看战火蔓延到了自己身上，一众的亲戚朋友也收起了刚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，他们还指望着李培林这个有出息、娶了个有用的老婆的优秀男人来帮衬自己。怎么可能愿意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？于是一个个也开口帮着李培林说话：“李哥、李嫂，你们真的疯得够可以的！刚刚月嫂明明说了不能爆出来吸二手烟，你们却非要爆出来，还什么开酒荤，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说法。哪里没听说过？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村头有户人家给孩子喂酒，结果把孩子喂傻了。要我说就说故意的，可能就说嫌弃是个女娃娃。对，我听说这儿媳妇不肯生二胎，他们说不准就说故意弄死囡囡，好生二胎呢。”李培林听着，又看着前几个小时还对着自己咯咯直笑的乖女儿，此刻已经变成了尸体，整个人根本受不了。他也不说什么断绝关系了，竟然直接冲上去掐住了李家伟的脖子：“我要你偿命！我要你偿命啊！”林月秀吓得了个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他一边疯了一样的拍打着李培林的胳膊，一边指着我大声地说：“我和你爸这都说为了你好啊，不是你说不喜欢杨玉清生的孩子吗？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病，还花了那么多钱换肝，以后还不知有啥问题呢。早点死了不是更好吗？死了可以生个儿子，才能来继承杨玉清的家产呢。”闭嘴！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李培林放开了李家伟，又疯了一样的捂住了林月秀的嘴巴。12不过现在说闭嘴还是太晚了。刚刚林月秀的话，每个人都听到了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待我会做出什么反应。李培林更是浑身抖如筛糠：“老婆，不是的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我有多爱我们的女儿，你说知道的。黄婉静也不哭囡囡了，
也结结巴巴的附和：“是啊，先生对囡囡那么好，每天半夜都得亲自看看囡囡。我给囡囡准备的辅食，他也会亲自过问，不可能不喜欢。太太，你别听他们瞎说呀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笑了笑：“瞎说？怎么能说瞎说呢？我觉得爸妈说的非常对呀。囡囡只是个女儿而已，还体弱多病的，死了就死了呗，反正我还年轻，大不了再生几个。要是我生不出来，还能通过辅助生育的手段啊。老公，不是我说你，爸妈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好，你怎么能这样说爸妈呢？”这番话说出来，在场每一个人都愣住了。李培林喃喃道：“疯了，真的疯了，全部都疯了。”不过林月秀和林家伟却对视一眼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儿子，不对劲，其实囡囡的死不怪我和你爸，责任全在杨玉清啊。我们开始只打算吃一筷子的白酒，是杨玉清逼着我们给囡囡喂了一杯什么伏特加呀？”什么？李培林一脸惊恐：“是你？”我一点没有挣扎，立刻点了头：“对呀，爸妈给囡囡喂了一筷子白酒，我很有眼力见，所以特意拿了伏特加。13。”这句话说出来，李培林彻底哑了，黄婉静则是疯了一样的掐着我的胳膊来回晃：“杨玉清，你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？囡囡还是个孩子啊，她才1岁，怎么可以喝伏特加？你这是要囡囡的命啊！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！”李培林也慢慢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：“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为什么？杨玉清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是为了慈静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囡囡太好了，所以你嫉妒，你吃醋，你就故意要害死囡囡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”李培林捏着一把水果刀，直直地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我甚至都没有躲闪，不过这把刀根本没有碰到我。在距离我还有几十厘米的时候，早就等候在一旁的保镖突然出现，一脚把李培林踹飞了。黄婉静跑过去扶起李培林，目眦欲裂地看着我：“杨玉清，你彻底疯了！你根本不是人，你是个恶魔！应该死的是你，不该是囡囡。你去死，你就该去死！”听着这些话，我笑得更厉害了。怎么死的是我的女儿，你却这么难过呢？一个孩子而已，死了就死了呗，我又不是不能生了。你一个营养师，才和囡囡认识半年，就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吗？我自顾自地继续说：“这也就是我知道真相，不然人家还以为你才是囡囡的妈妈呢。”黄婉静一滞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李培林捂着自己的肚子挣扎着说：“我要报警！你已经疯了，你必须要去精神病院，你必须要为了囡囡的死付出代价。”14。李培林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这附近不远处就有个警察局，所以不到10分钟就来了5、6位警察。警察们跟着保姆进了别墅，刚进来别墅还没开口，李培林和黄婉静就拉着警察的手，叽叽喳喳地说开了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赶快把这个贱女人杨玉清抓起来！她是个杀人犯，她杀死了我的孩子啊！她明明知道孩子才1岁不能喝酒，她却给孩子喝伏特加，96度的伏特加呀！这怎么能给孩子喝？你们看，躺在那边的就是孩子，孩子现在已经断气了。对呀，他根本不是人。我是孩子的营养师，孩子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。孩子做了换肝手术，根本不可以喝酒的。我只是站在一旁，根本没打算开口。见我这样，李培林又朝着李家伟和林月秀怒道：“你们哑巴了吗？把事情快说清楚啊！”有了李培林这句话，两人自然是一阵的添油加醋，伙同在场的亲戚朋友们把我说了个一文不值，还直接说出是我亲手给孩子灌酒，想要弄死孩子，只为了继续生2胎之类的话。黄婉静痛苦不已。
警察同志，你们必须要把他抓走。他仗着自己有钱，弄死了孩子也就算了，还让这几个保镖打人。你们要是不抓他，我们全部都会被他弄死的。一阵子的兵荒马乱之后，众人终于把我的罪名说完，然后双手抱胸，等着看我被警察抓走。可是警察并没有抓我，而是拿出手铐，直接把李培林、黄婉静还有李家伟和林月秀给铐了起来。15，这下全场都愣住了。李培林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昏了头吗？抓他呀，抓杨玉清啊，别抓我们呢，是我们报的警啊。一众的亲戚们也开口，搞错了吧，警察同志？对呀，杨玉清才是害死囡囡的人，这家里到处是监控，不信你们看，就是他给囡囡拿的酒啊。我觉得他可能是神经病，还是送精神病医院比较好。听着大家的话，林月秀连连点头。对呀，看监控啊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女人给囡囡拿的酒啊？李家伟气得够呛，你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农民，这个女人是个富豪，就这样乱搞？你们是不是收钱了呀？我要去告御状，快把我们放开！再不放开我们，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虽然钱都在杨玉清的名下，但是他说我家的儿媳妇，他的钱就是我李家的钱，你要拍马屁也该拍我们的，你们搞错了。警察们被气得直翻白眼。你们能不能别把我们当吃干饭的？我们要是没有证据，是不可能把你们铐起来的。对，我们之所以把你们铐起来，是因为你们害死了杨玉清女士的女儿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刚刚还很激动的李培林和黄婉静瞬间哑了火，面色铁青的对视一眼，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李家伟一脸疑惑：你们是猪吗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杨玉清的女儿是杨玉清自己拿酒害死的，就算有责任，也是我和我老婆子的责任，跟我儿子哪有关系？我儿子刚刚根本都不在场啊。16，李培林就是林月秀的命，所以他也顾不得刚刚还说是我逼囡囡喝酒的事情，而是站出来说：对呀，我承认酒是我和我家老头子喂的，但是我们根本不是故意的呀。很多人都会这样给孩子喝酒，是这个孩子自己身体有问题才会死掉的，我们是无心之失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？赶快把我儿子放开！听到这里，我笑着拍了拍手。爸妈，你们可能说没听清楚，李培林和黄婉静的罪名不是害死囡囡，而是害死了我的女儿。林月秀和李家伟对视一眼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囡囡不就是你的女儿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我给你们讲个女事吧。有个豪门赘婿叫渣男，渣男软饭硬吃，在外面找了个不要脸的贱货，两人有了孩子。渣男本来想着想办法骗走自己老婆的钱，和贱货双宿双飞，结果没想到老婆也怀孕了，于是两人想出来个狸猫换公主的办法，想着等到孩子长大一点，再把孩子还回来，一家人团圆。可是啊，上天觉得两人太坏了，就给两人的孩子弄了个肝衰竭的病。可是没想到，渣男和贱货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来，竟然把老婆的孩子害死，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了肝移植。这样给你们说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林月秀和李家伟自是不信，但是看见李培林和黄婉静铁青的嘴脸，瞬间明白过来。我说的这个故事竟然是真的。见大家不说话，我一拍脑袋，对了，大家肯定不信，做亲子鉴定太麻烦了，我给大家看个视频吧。17，说完，我把一旁的大电视打开，熟练地连上了自己的手机。这个是我刚刚去厕所不小心看到的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可能会有点限制级的画面，
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看看也没事的。说完，我不顾李培林的阻拦，直接点下了播放键。很快，大家的面前出现了2具白花花的肉体，正在做一些少儿不宜的动作。男的是李培林，女的正是黄婉静。黄婉静一边呻吟一边说：“宝贝，我们这招真的行吗？我看囡囡长得和我越来越像，杨玉清不会起疑吧？”李培林摇了摇头：“怎么可能？他把囡囡当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呢。如果他知道囡囡是咱们的孩子，他的孩子被咱们害死，夺走了肝脏，估计要直接气疯了。就算不疯也没事，等着他来跟我们摊牌。我们故技重施，把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弄死，然后制作成一个自杀的样子，这样他的财产就全是我和囡囡的。我演2年，等到事情平息下来，我们再婚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。”2人说完这些，继续埋头苦干。我点下了暂停键。好了，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。李培林脸红得吓人。你刚刚就在门外。我只是点了点头，但是没说话。刚刚我上楼上厕所，无意间听到了这些，只觉得心都要碎了。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疯，我必须要让几人付出代价。想到这里，我扯出一个笑容：“爸妈，所以你们现在懂了吧？为什么李培林明明不喜欢我的孩子，但是却会对囡囡的死这么难过？因为死掉的是他和黄婉静生出来的野种，你们害死的是你们儿子最爱的女儿。”林月秀和李家伟听着，白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18一阵吵闹之后，4人最终还是被警察带走了。李培林和黄婉静因为故意杀人的罪名直接判了死刑，2人多次上诉，但是还是维持了原判，没多久就被执行了。听说在死前，李培林吓得一直尿裤子，哭着说事情不该这样发展，这一切都怪黄婉静等等。不过真相如何，估计得阎王爷来审判了。而林月秀和李家伟则是争辩，说给囡囡喂酒是我的行为。可惜家里的监控并不这么认为，监控显示喂酒的一致都是李家伟和林月秀，甚至在我下来之前，囡囡就已经喝了不少的白酒了，就算没有我的伏特加，也是必死无疑。而我拿酒的行为的确有错，但是我做了精神鉴定，精神科医生和专家都觉得，一个母亲在猛然知道自己的孩子死得那么凄惨，又被爱人背叛，甚至还亲耳听到自己的爱人打算要害死自己，谋夺家产这种残忍的真相后，出现了短暂的精神失常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，只需要经过几次精神鉴定就可以从疗养院出来了。最终，林月秀和李家伟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判决书下来的那天，我来到了我的亲生女儿的墓碑前，将判决书烧给了她，希望她可以得到一点安息。等我彻底恢复过来，我会去国外寻求医学的帮助，再次怀孕生孩子，希望我的宝宝可以再次选择我当妈妈，再次投生在我的肚子里。我保证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孩子，不让他受到一点的伤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小姑子要结婚了，婆婆说陪嫁20万，我反对。婆婆说钱是他们的，想给谁就给谁。公公骂我一个外姓人手不要伸这么长，我气笑了，把我老公的工资卡拿来。谁不知道那20万是我老公的工资攒的？可婆婆转身进房间，拿出厚厚的3个账本，扔在我面前。那个谁，从你进门到现在，所有的花销都在这里，连本带利正好20万，所以我闺女的陪嫁你出。我看着封皮写着她的欠款，这本我的专属账本，愣怔了半晌。
话还没说，婆婆接下来的话差点让我心梗。我儿子的工资是我的，你这么多年的花销，连本带利也要还给我。那一刻我才清醒，无论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，都是外人。当天晚上，我让他们一家全都滚出了我的房子。元宵节，我5点下班回来，一个人在厨房忙了2个小时，做了一大桌子菜。公公在阳台刷手机，婆婆打牌刚回来，我摆好碗筷正要开席，婆婆说今天有喜事要宣布。她眉飞色舞地说，圆圆的婚期定了，下个月16，男方家条件不错，房子车子都买了，彩礼给了16万6，我们家不重男轻女，陪嫁20万。我的脸色很不好，公公婆婆都是地道的农村人，在村里种点地，根本攒不出来这么多钱。当初我和老公陈杰结婚的时候，考虑到2个老人辛苦，彩礼都没要，我妈还陪嫁了10万块钱，就连房子也是我爸妈给我全款买的。去年婆婆说生我老公的时候，月子没做好，落下了月子病，年龄大了，一到天冷腰就疼。我体谅她的不易，让老公把她接到城里来。公公说他一个人在家不会做饭，也跟了过来。小姑子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，距离我这近，也住了进来。原本就不宽阔的30一厅挤了5口人。上个月检查，我怀孕了，正打算换房子呢。我试探着开口：“妈，你给妹妹陪嫁我没意见，但是这么多年你俩种地也没赚到钱，只够你们生活，你们上哪弄这么多陪嫁？”婆婆不高兴了：“我自己攒了20万呢，我自己的钱爱给谁就给谁，你管不着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婆婆和公公种那点地只够生活，每次看病住个院都要找我要钱，她哪弄那么多钱？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老公陈杰的工资，他每个月6000块钱的工资，我们结婚的第2个月就被他妈要走了5000。婆婆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存不下来钱，以后有孩子了花销大，让陈杰把工资卡交给他，他替我们存着。陈杰死活不同意，但是抵不住他的妈软磨硬泡，结婚的第2个月就给他妈定期打5000，让他存着。想到这种可能，我的脸黑了下来。妈，我不同意。公公啪一下把筷子扔在桌子上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一个外姓人不要把手伸那么长。我看了公公一眼，以前我一直觉得他是老实巴交，话不多，但是明事理的一个，没想到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和我这个无赖婆婆的秉性倒是如出一辙。要不怎么说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呢？我不怒反笑，闹了半天，我嫁给你儿子3年，现在还怀着你们老陈家的孩子，倒成了外人了。这么多年逢年过节，我给你们转钱买礼物，你们生病，我请假带你们去看病，出钱又出力，比你儿子做的都到位。原来在你们心中是这样的地位，3年的真心喂了狗。公公被我对得哑然，婆婆也觉得公公说话过分，吼他不会说话就不要乱说话，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儿媳就是自家人，怎么会是外人呢？公公不吭声了，饭也没吃，开门走了。婆婆转头看着我抹眼泪：“倩倩呐，你别把你爸的话放在心上，他年龄大了，说话不经过大脑。你对我们老2口的好，我们都记在心里呢。你也是女孩子，你知道女儿在婆家的底气都是娘家给的。你妹夫家条件好，我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气，所以想多给点嫁妆，让她在婆家也硬气一些。你理解做母亲的心理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我理解。你们要给女儿陪嫁我没意见，但是要用你们自己的钱吧？你们种那点地攒到钱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
你们手里攒的20万都是陈杰定期打给你们的，那是我们的钱，还给我。我问婆婆要工资卡，婆婆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刚才给你说了这么多，你都没听进去。你也是女孩子，你怎么不能设身处地替你妹妹考虑一下呢？你的心就这么狠？婆婆见感情牌打不动我，也不装了，她冷笑着说：“工资卡我是不会给你的，别说钱了，我儿子的命都是我给的，这钱他给我了就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陈杰一直低头吃菜，仍由我和他妈吵嘴。我夺过他手里的筷子，问：“聋了还是哑巴了？你不是说钱打给你妈？你妈给我们存着，留给宝宝用吗？现在我宝宝快要生了，到花钱的时候了，你倒是要啊！”陈杰这才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看着他妈：“妈，把钱给我吧。”啪！他妈一巴掌拍在他头上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老婆说什么你都听。我含辛茹苦10月怀胎生下你，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倒好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婆婆打了陈杰一巴掌，又坐在地上嚎了起来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养了一个白眼狼儿子，你要是敢问我要钱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说着，她爬起来跑到阳台要去跳楼。陈杰吓得脸都白了：“妈，你先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”他跑过去要去阻拦婆婆，被我拉住了。我指着楼下：“你跳啊！”婆婆扒着窗户的手一顿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的意思很明显，你不是要跳楼吗？跳啊！我双手环胸看着她，努了努嘴往窗外看。这里3楼，跳下去不一定能摔死，但是肯定会摔残。不过没关系，残废了你躺在床上，我给你请护工伺候你。婆婆探头往窗外看了看，借助微弱的灯光看清了距离，她吓得一个哆嗦，立马缩回了身子。我死了，倒是便宜你了。我就是不死。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。我冷笑。我开店的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像他这种自私的人，怎么可能愿意去死？不过是吓唬人，逼着我就范罢了。可惜我不吃他这一套。我依旧坚定地说：“钱拿来，我儿子的钱就是我的，我不给。”好啊，我说着拿出手机调出一个号码：“我表哥是律师，你儿子的工资是婚内财产，有一半是我的。不给我就去起诉你！”婆婆气得浑身发抖。你等着！她转身进了房间。我以为她去给我拿银行卡，没想到抱出来3个厚厚的笔记本。我诧异地抬头看她，她将笔记本往我面前的桌子上一扔：“那个谁，自从你进门，所有的花销都在这里，连本带利总共20万。小杰的工资我可以给你一半。但是这20万的花销你得还给我，别说我这个做婆婆的不讲人情，零头给你抹了，3万的花销，17万的利息，我已经给你算得够少的了，所以我闺女的陪嫁20万，你出，咱们扯平了。”我看着封皮写着她的欠款，这本我的专属账本，气得胸口起伏。且不说这利息比外面的高利贷还高，合着一家5口只记了我的账，我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婆婆一页一页地翻着记账本，喋喋不休。从结婚那天的喜宴开始，连我买的一个扎头绳、一箱纸，哪怕是一条内裤，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细到分角，具体的时间地点，就连购物平台都详细记录。我的胸口压着一块石头，感觉快要窒息了。震惊混着愤怒的眼神看向老公陈杰：“你妈的账本怎么记得这么详细？”陈杰眼里闪过一阵心虚，他揉了揉眼眶，有些不自然地说：“我给他的。”哐！我抓起桌子上的碗朝他砸了过去，他自知理亏没有躲，任由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淌。
带着歉意的口吻解释：“倩倩，我当时没有多想，我妈说要记录一下你的开销，算一下家里的支出和收入，看看哪里可以省的，叮嘱着我不要乱花钱，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存着。所以家里5口人只记录我的，然后喋喋不休地让我省钱，然后再问我要钱给你妹做陪嫁，就是因为我一再忍让。你们觉得我好欺负吗？不是的，老婆。”陈杰还想解释，他妈倒是理所当然地承认了：“没错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我儿子我女儿是我们老陈家的人，你一个外姓人嫁到我们家，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现在我女儿要嫁人，要陪嫁，你总得把钱还给我们吧？”我气笑了：“这话你怎么好意思说的？我结婚1分钱彩礼没要，3金是我开店攒的钱买的。酒席钱，当初你说没钱让我先垫上，然后给我找我妈拿的钱付的。你们那边的礼金还被你收去了，酒席钱到现在都没给我。自从嫁到你们家，陈杰的工资第2个月就被你要去了一大半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抢话道：“陈杰的工资是给我了一大半，我帮他存着呢。但是他不是还留了1000块钱吗？”我的脑袋突突叫，差一点气得心梗。都2025了，你觉得那1000块钱很精花吗？他开车上班，油费1个月都要600，剩400都不够吃饭，每个月都要问我要钱吃饭。家里的燃气费、水费、物业费、柴米油盐，哪一样不是我赚的钱付的？你和公公看病、过节过年买菜的钱，哪样不是我给的？我花自己的钱养着你儿子，甚至你和公公，到头来还让我还你们钱，要脸吗？婆婆被我对得哑了一会，眼珠子一转，很快又镇定地道：“什么叫做你的钱？你既然嫁到我们家了，你赚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，不仅是你赚的钱，你爸妈没儿子，等他们死了，他们的钱也是我们家的。我现在不过是提前使用20万而已，你一个外姓人嗷嗷叫什么？”婆婆的话又一次刷新了她的无耻程度，暴怒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喷发。我再也忍不了一点，拽住她的衣领，像是拖小鸡一样把她往外推，滚出我家。Section ID 等于/article truck/，她用手扯我的头发，被我反手拧着胳膊，疼得她龇牙咧嘴，不得了了。儿媳妇打婆婆了，儿子快救我！陈杰走过来拽我，老婆，快放手，放你妈！我大声骂了他一句。这么多年，我尽心尽力对他好，对他父母好，他父母只是嘴上关心他，力不出，钱更没有，而且想方设法地从我们手里搞钱。即便这样，我和他父母之间闹矛盾，他也只是和稀泥。总之就是他父母没有文化，赚钱辛苦，把他养大不容易，让我多包容，多忍忍，想着除了他父母，其他方面他对我言听计从。我顺着他的意，一忍就是3年，可是换来的结果却是他爸妈的得寸进尺，真以为我是软包子好拿捏。陈杰的脸色很难看，公公一阵风似的从电梯里冲出来，对着陈杰的头就是一巴掌：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妈被人欺负成这样子，你都不敢动手，我陈广坤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！你妈养你这么多不容易，不给你妈报仇，你就是孬种！”公公对着陈杰嗷嗷叫：“你放心，我都咨询过律师了，家暴就算打死了都不违法。”陈杰猛然抬头看着公公，教唆儿子家暴儿媳，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没骂出口，谁知啪的一巴掌响起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真后悔当初没听爸妈的话，执意要嫁给他，只图他对我好。
可是人的好是可以伪装的。陈杰，一向好脾气的我再也忍不住，尖叫出声：“我 TMD 的跟你拼了！”我上前去和他撕成一团，扯头发、抓耳朵、挖脸。陈杰自知理亏，一开始他抱着头求饶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刚才失手打了你，你打我骂我都行。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，想到我在他家这么多年受的委屈，我实在忍不了，对他下手越来越重。婆婆不愿意了，站在旁边拉偏架，抓着我的胳膊，不让我动手，转头对陈杰说：“儿子，她一个女人，你怕她干什么？还手啊！她就是仗着自己家庭条件比咱们家好，整天对你颐指气使，呼来喝去。妈早就看不惯她了，今天就给她尝尝记性，打到她服为止。妈是过来人，妈告诉你，女人不打不老实，打了就服服帖帖的，对你言听计从。”公公也怂恿道：“小杰，今天不把你媳妇治老实了，你都不配当我儿子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把她打服了，她都敢对你妈动手了，分明就是不把你这个男人放在眼里。瞧你这个怂包样，整天被他使唤惯了，就这么甘愿做人奴隶。自己妈被老婆打了都不敢还手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”陈杰还在犹豫，直到被他爸的话刺激：“你这个废物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怂蛋？”啪！我挣脱婆婆的钳制，一巴掌扇在公公脸上：“为老不尊，说的就是你！”我气得嘴唇都在颤抖。这多年我对待你们跟我亲爹妈一样，你们就是这样当老人的，教唆自己的儿子打儿媳，好得很。儿子！公公愤怒地朝陈杰吼：“你老子也被打了！你这个白眼狼就这么窝囊！我让你的同事都看看，你这个窝囊废在家过的什么日子！”说着，公公拿出手机拍摄视频。陈杰脸色闪过一阵慌乱：“爸，你别乱来！”紧接着，我一阵天旋地转，陈杰一巴掌把我扇倒在沙发上，他双手掐着我的脖子，憋得脸颊通红，快要喘不过气来，差一点就一尸两命。公公站在旁边笑，这才像我儿子。婆婆也很得意，王倩倩看到了吧？儿子还是跟爹娘亲。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的，别想着嫁到我们家了，想当女主人，以后这个家让我来当，我就让我儿子饶了你。他从我口袋里拿走我找出来的银行卡，扬了扬：“这里面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，还有你最好把你妈陪嫁的10万也给我，否则今天保证你进医院。”对，公公的脸上都是小人得志的笑意。我回来之前咨询过律师了，就算把你打进医院，顶多算家暴，陈杰最多被批评教育几句。然而公公的话音刚落，门口响起了一阵暴动，哐当一声，门被外力撞开。畜生，敢打我女儿！我爸红着眼冲了进来，2个堂哥紧随其后，一个人将陈杰拉开，一个人按住了我公公。我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“女儿，你没事吧？”我爸跑到我面前，扶起我，一向在外面要强的大男人，此刻双眼通红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终于恢复了一些力气。我摇了摇头：“爸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我爸看到我真的没事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转头用愤怒的眼神盯着陈杰：“谁让你动我女儿的？”他抬手给了陈杰一巴掌：“爸，他打我爸妈。”陈杰极力辩解：“你看我爸妈的脸都被他打肿了。”我还没解释，我爸对着陈杰的脸又扇了一巴掌：“畜生！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，不是你爸妈难为她，我女儿干不出这种事。陈家父母骂我，我没哭；陈家打我，我没哭。爸爸的一句信我，让我破防，痛哭流涕。爸！”我站起身来，拉开爸爸：“
你不要动手，我自己的事，让我自己来。女儿，我爸担忧地看着我，我朝他笑了笑，爸，我没事。打这样的畜生脏了你的手。我执意让爸爸退到一边，我抹了一把眼泪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。陈杰惊恐地看着我，佳佳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没有一句废话，提着酒瓶对着他的头就是一下。房间里传来陈杰惊叫的吼声，酒瓶碎裂，啤酒液混着血液顺着陈杰的头顶往下流。陈杰捂着头躺在地上打滚，屋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公公陈广坤，他惊叫着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这个毒妇！我儿子要是有个好歹，你牢底坐穿！”我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幸好你之前提醒了我，家暴不违法，我顶多被批评教育几句。公公气得咬牙切齿，婆婆气得捂着胸口，眼睛一翻，晕了过去。上个月我才拿钱给他做的心脏搭桥手术，这一晕不知道会不会要命。好啊，你这个为老不尊的狗东西，原来是你教唆你儿子打我女儿，我打死你这个老畜生！我爸撸起袖子要为我报仇，被我拦住了。爸，为了这种恶心的东西把自己送进去不值得。我拉着他往外走。自此，我回了家，跟爸妈一起住。我妈看着我脖子上的掐痕，直抹眼泪。闺女啊，你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呀？从小到大，我没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，他们怎么这么狠心，心疼死妈妈了。自从我结婚之后，我妈就彻夜难眠，不是担心我在陈家过得辛苦，就是担心她爸妈为难我。所以她拼了命地对我好，彩礼没要一分，陪嫁了10万。知道陈家父母不给我买房，她和爸爸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赶在领结婚证之前全款给我买了房。去年陈杰换了工作，距离住处远，我妈又把多年的公积金取出来，全款提了车。陈杰把车开回家，才跟我说，我真的把他当亲儿子待，我想着对他好，他就会对你好。真是没想到他这个畜生，为了他爸妈会把你打成这样。我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差一点晕过去。我抱着她，歪头靠在她怀里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，找一个本身人品好的人，而不是只对我好的人。我现在才明白妈妈那句话，陈杰对我的好可以伪装，但是人品好的人，至少做事是有底线的。我躺在妈妈怀里，吸着鼻子，混混沌沌中，刚想睡着，堂哥给我打电话，佳佳，出事了。我和我妈火急火燎地赶到爸爸学校，门口聚集了很多人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这就是南城中学德高望重的王老师教育出来的好女儿，自己出轨就算了，还动手打公婆。学校门口撒了一地照片，有的是我被一个男人抱着，有的是我打婆婆，有的是我扇公公巴掌。照片不是很清晰，但是能看出来照片中的女主人是我。有的是偷拍，有的应该是从监控中截图打印出来的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王全德老师教育出这样的女儿，自己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大家不要被他平时的假象迷了眼，他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这样的老师不配出现在教师队伍中，请学校开除他。这些照片是断章取义，事情原委不是他说的那样，这纯粹是抹黑我女儿。我爸着急解释，但是百口莫辩，气得血压飙升，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。我刚走近就辨认出了声音，陈杰的妹妹，我那白眼狼小姑子陈圆圆。陈杰比她大4岁，陈杰大学，她高中，大2我和陈杰在一起，第一次见她是个矮矮瘦瘦的小姑娘。我念她读高中辛苦，家里给的生活费少，每个月都会问我爸多要500块的生活费补贴她。
这一补贴就是7年，直到他大学毕业找了工作，工作之后就住在我们的婚房，包住包吃，他从来没买过1分钱东西，这些我都不跟他计较。没想到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，养出来的是白眼狼。果然歹竹难出好笋，陈家兄妹和他妈一脉相承的坏，难怪结婚之前，陈杰总是找各种借口，不愿意让我跟他家人多接触。我妈看到我爸被救护车拉走，气血攻心，晕了过去。看到从小疼爱我的爸妈因为我糟糕的婚姻先后住院，我越想越气，也住进了医院。正好碰到了准备出院的婆婆，她笑得前俯后仰：“王倩倩，就你这毒妇样，生下来孩子也是没屁眼。你可真孝顺啊！你爸妈都快被你气死了吧？哈哈哈！等你爸妈死了，你们家财产都是我们老陈家的了。”我抓着枕头朝他砸了过去。你死了，我爸妈也不会死。老钱婆，恶人有恶报，我等着你的报应。肚子传来一阵绞痛，医生让我不要激动。我被推进手术室进行保胎。出院之后，我向法院提交了公公婆婆教唆儿子打我和我差点被陈杰掐死的视频，要求起诉离婚。法院居然以夫妻双方感情未破裂为由，驳回了我的离婚申请。王女士，你丈夫不同意离婚，我们没办法接案。我都快被家暴死了，这叫感情没破裂。我忍不住大喊：难道非要人死了才能接案判离吗？工作人员气得脸都红了，语气明显不耐。王女士，这里是法院，不要大声嚷嚷，再发疯我就告你扰乱公务。堂哥把我拉走了，倩倩，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还是想其他法子吧。法院门口，陈杰头上还裹着纱布，看我出来，他掐灭了烟，笑得一脸欠揍。王倩倩，我们夫妻一场，我可以答应你离婚，只要你愿意净身出户。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在我面前抖了抖。我们的关系闹成这样，在一起过是不可能了。但是你要不同意签这份离婚协议，我就耗着你，耗到你爸妈被气死。你想好了，你是破财换你爸妈的命，还是给我生儿育女？将来财产分我一半，算计我是吗？我扯过陈杰手里的离婚协议，撕成碎片，扬在他脸上，奉陪到底。陈杰气得面色涨红。好，你有种。3天后，我订了一家高档5星级酒店，把陈家所有的亲戚请来了，包括小姑子的未来婆家人。陈杰以为我服了软，高兴坏了。婆婆嘴角也扬着得意的笑，AK 都压不住。儿子，我就说吧，这女人就得时常敲打敲打，这不就老实多了。专门请我们吃好吃的，赔礼道歉呢。我嘴角挂着笑，任由这母子俩自由发挥，没有接话。大家都来看一看呢。我这儿媳妇之前不懂事，冲撞了我和老头子，现在被我儿子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可老实了。婆婆趾高气扬地向周围亲戚传授着玉媳之道，几个舅妈姨、姨伯娘、婶婶全都投去羡慕的目光。一个个把婆婆恭维的找不到北，只有小姑子黑着脸，不停地扯着婆婆的袖子，让她不要说了。哎呀，你扯我干嘛？死丫头！小姑子贴在她耳边小声嘀咕。我未来婆婆还坐在对面呢。妈，你这么说，是要教唆你女婿打我吗？婆婆这下意识到自己刚才太兴奋，竟然忘了这一茬。她停下来，冲着亲家母尴尬地笑了笑。那个亲家母，我家女儿可是宝贝，你可不能让你儿子动手啊。你放心，你们家给的彩礼我们1分不要，陪嫁再给20万，我们会给女儿足够的底气。小姑子的婆婆黑着脸没说话。我一直招呼着大家吃饭，等吃到尽兴的时候，我说我婆婆这个人可好了，
还准备了节目呢。婆婆一脸茫然。我打开了手机直播，这个特殊的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。面前的显示屏亮了起来，婆婆一家邪恶的嘴脸清晰地呈现。第一幅画面是他们家怎么谋划吃我家绝户的，包括公公婆婆怂恿陈杰打我的视频，还有小姑子给哥哥出谋划策，怎么逼我把财产留给陈家。第二幅画面是骂大舅妈是个生不出金蛋的鸡，大舅在外面养了小三是他出的主意。第三幅画面，小舅妈整天打扮得像夜店的小姐一样，赚的钱肯定不干净。第四幅、第五幅，直到最后，就连小姑子还未嫁进门的婆家也被算计上了，让小姑子姿态放低，讨好公婆，伺候好女婿，多在吃的上下功夫，把他们一家养得肥肥的，胖了就容易得病，送他们早日归西。到时候一家的财产都是小姑子的，他们陈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。视频还没放完，包厢里就发生了一阵暴动。好啊，我们家有钱没少帮你，表面上讨好我，暗地里却这样骂人，该死！小舅妈扯着婆婆的头发，抓掉了一大把。大舅妈更是气得下手毫不留情，撺掇你兄弟在外面养小三。你怎么这么欠？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围着婆婆下死手，小姑子和陈杰也没幸免，他们既是谋划者，也是参与者。小姑子未婚夫啪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贱人！当初毕业聚会，要不是你给我下药，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会出于责任娶你。没想到，这一切竟然是你早就算计好的。他拉着他的妈妈走了。临走前，小姑子未来婆婆狠狠瞪了他一眼：“孩子，我明天给你联系医院，必须打掉。还有你们家蓄谋的龌龊事，是蓄意谋杀，等着律师函吧。他们还没结婚，可不是家暴。”小姑子吓得瘫软在地上。我震惊地看着小姑子陈圆圆，不愧是重本毕业，原来是高人啊！一毕业用肮脏手段绑住了金龟婿，可惜一家子太卑劣了。可惜这样人品好、家世好的金龟婿被自己做没了。我本来开店就喜欢玩某音，是拥有30万粉丝的博主。今天这一场盛况直播，空前的人气高。陈家一家人不仅在村里出了名，现在全网都成了名人，亲戚更是得罪完了。老家不敢回，住我爸妈买的房子，被小区的邻居扔臭鸡蛋，更有甚者泼油漆、扔大便，即便报警，警察都以邻里纠纷为由，批评教育几句了事。陈家一家人架不住整天被折磨，找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偷偷搬了出去。在监控里看到他们搬走之后，我给那几个扔臭鸡蛋的小混混赚了2000块钱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拿去吃顿好的。姐，不用了。领头的小混混说：“您是王老师的女儿，王老师的人品我知道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看到你直播间的视频之后，我就更气了，出手教训恶人，也算是替王老师出口气了。无论我怎么说，对方都不愿意收钱。他说初中时自己家境不好，爸爸是个赌鬼，妈妈被他打跑了，他连饭都吃不起，学习更不好。但是我爸没有放弃他，帮他向学校申请了贫困补助，甚至掏钱给他买资料，课后经常给他补课，时不时给他买鞋、衣服之类的日常用品。但是他就不是学习的料，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。但是我爸让他感受到了公平和爱，所以当他看到我的直播之后，私信了我，说有办法帮我赶走陈家老赖。果然，这个办法不错，半个月的时间，陈家就灰溜溜地搬出了我的房子。我打电话给中介，比市场价便宜了很多，很快出手了那套房子，虽然赔了一点，
但好歹落在自己手里了。签完合同之后，我从小区出来，等绿灯过马路的时候，突然一辆50失控驶了过来。啊呀！我发出一声尖叫，哐当！没想到那辆50撞破桥边的护栏，翻到沟里去了。我吓得失魂落魄，抱着头蹲在地上直抖。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报了警。陈杰被救上来之后，疯了一样朝我吼：“王倩倩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！我们家成了过街老鼠，亲戚都不理我们了，农村待不下去，城里的唯一住房还让你卖了。我妹的婚事被你搅黄了，我爸妈还有我妹都被你送进了监狱，我也被公司辞退了。我们家落的这个下场都怪你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”看到像疯子一般的陈杰，我气笑了。陈杰，脑子有病就去吃药。你们家落得现在的下场是我的错吗？是我让你去吃我家绝户的吗？是我让你算计你妹对象家，搞蓄意谋杀的吗？你们自己品行低劣，对身边的人不是诋毁就是算计，是你们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，怪不得别人。陈杰挣脱警察，跑过来要掐死我。你这个毒妇，要不是你把家里的监控公之于众，警察怎么会有证据？好歹夫妻一场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？你毁了我们全家，我要杀了你！看到现在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家的问题，把自己的不幸全都怪罪在别人身上，连路人都看不下去了。陈杰还没靠近我的身，就被一个男人一脚踹倒在地上。那男人把我挡在身后：“妹子，你别怕，有哥在，不会让渣男伤到你。”我的眼眶一热，世界上这么多好男人，我怎么眼瞎找了陈杰这样最烂的一个？陈杰被警察带走了，我再次整理了证据，起诉他杀人未遂。本来他就有蓄意谋杀的罪名，又加上杀人未遂，而且现场有这么多目击证人，还有警察，证据确凿且充分。陈杰被判了10年，我最终获得了自由。但是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却让我遭受了莫大的精神困扰，身心疲惫。还好结果是好的，摆脱了一家无赖。我妈的精神好多了，半个月时间不到，面色明显红润了，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爸爸依旧在学校忙碌，继续坚守初心，专心教学。我的心情也舒畅了很多，原本压抑了3年的情绪在此刻得到释放，每天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比之前年轻了，此刻意识到不幸的婚姻真的是女人的坟墓。妈妈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，还会结婚吗？我靠在她肩膀上，摇了摇头，随缘吧。要是再碰到陈杰这样一家人，真的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。婚姻不是女人唯一的选择，你怎么选择，妈妈都支持你。我抱着妈妈亲了一口，很幸运我能拥有这么爱我、这么开明的父母。